以后江家就靠你了。江叔，您放心，身为管家，这是我的分内事。你的手段我了解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爸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你能娶到婉柔。玉安是百年难遇的商业奇才，希望你以后能好好对她，绝不能辜负她。爸，你放心，我记住了。站住！站住！水管大王，水管大王。终于，江家的产业我全拿回来了。婉柔知道了，一定很高兴。哟，林总，你回来了！哎呦，二叔，你别这么叫我，我只是一个管家。哎，这3年前呀，江家险些破产，这要不是你呀，我们都饿死在街头巷尾。这称林总，你担得起。更何况你和婉柔那丫头啊，有婚约在身，你呀，早晚是我们江家的姑爷。二叔，谢谢您抬举。哎，对了，我过来找婉柔的，她人呢？林管家，这是介绍一下，吴桐，经济学博士，是我留学时的同窗，能力非常优秀。我打算把产业交给他来打理。婉柔啊，淮水庄园我已经拿回来，江家所有产业都在这里。做得不错，但你应该叫我大小姐。渊哥，等你拿回全部产业的那一天，就是我们结婚的日子。好，是大小姐。以后淮水庄园就交给吴桐吧。林远，跪下。为什么？江家现在处境堪忧，你擅自从楚家夺走产业，楚家日后报复该怎么办？没错，你一个小小的管家，未经婉柔的允许就敢挑起两家的矛盾，你想害死江家吗3年前，楚家从江家夺走淮水庄园，梁子就已经结下了。不还手不代表仇恨不存在。放肆！还敢顶嘴！林远，跪下！家法伺候。你要对我用家法？做错了事情，就该罚。我希望你能娶到婉柔。吴桐是我留学时的同窗，能力非常优秀。给我打！住手！给我打！住手！姐姐，要不是一阳哥，咱们家早就完了。你怎么能这样对待工程？热性，我们能重回巅峰，这林总功不可没呀！荒唐！在你们眼里，这江家要是没了林玉安，难道就不行了吗？大小姐，再这样下去，
这江家都要变成林园的一言堂了，您的威望何在？可他毕竟是我们江家的功臣。功高必盖主，这偌大的家族到底是姓江还是姓林呢？吴桐说的没错，没了林园，江家还是江家。可他擅自得罪楚家，就该罚。给我打，打够99鞭，让他长长记性。姐姐不要，你会后悔的。把二小姐带下去，给我打！放开我，元哥，元哥，元哥！今天的教训，你记住了吗？大小姐，如果没有别的事情，我就回了。去吧。姐姐太过分了，你为江家做了这么多，她怎么能这么对你呢？小小，大小姐这么做，肯定有她的原因。姐姐以前不这样的，自从那个吴桐来了之后，她就变得整天疑神疑鬼的。小小，现在江家所有产业都在我这里，大小姐不放心也能理解。有什么不放心的？你们当初可是说好了要结婚的，我早就把你当姐夫看了。介绍一下，吴桐是我留学时的同窗，能力非常优秀。小小，大小姐不一定愿意的，以后还是别这么叫我。姐姐当初可是亲口说的，她怎么能说话不算话？姐夫，要是你们以后分开了，你别丢下我。好，江叔，我已经把江家产业拿回来了，就算离开，也算信守承诺。大小姐，请上车。哎，婉柔啊，我就是个管家，你是大小姐，你得坐后面。今天你把城南的那块地给拿回来了，是我们江家的大功臣，怎么能让功臣给我开车呢？以后咱们俩就这么做。今天你把城南的那块地是我们江家的大功臣，以后咱们俩就这么做。等等，怎么了，大小姐？再不出发，晚一就来不及了。吴桐还没来呢，他也要去吗？宴会上有不少商界名流，我想带他去学习学习，毕竟以后他还要主理江家的工作。大小姐，江家的人脉关系我能应付，吴桐，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了。林管家，怎么用人是我的事儿，手别伸得太长了。吴桐为你分忧，也是好事嘛。
都听大小姐安排。梧桐在国外没有开车门的习惯，林管家，麻烦你帮他开下车门。你要我给他开车门？身为管家，这不是你分内的工作吗？玉安哥，别怪我，为了确保江家握在我的手里，我必须敲打你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麻烦你了，林管家。我刚从国外回来，这国内的车门我不太熟悉。没关系，那需不需要我请你进去？那就恭敬不如从命。怎么样？对我服务还满意吗？我知道你肯定在背后经常挑拨我们的关系。我今天不给你一点教训，你以后还是会乱叫舌根。我知道你肯定在背后经常挑拨我们的关系。我今天不给你一点教训，你以后还是会乱叫舌根。婉柔，救我！放开他！没事吧？婉柔，他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林管家就算嫉妒我，也不能直接动手吧？林管家，摆正你自己的身份，我的人轮不着你来教训。闹成这样，肯定是要给梧桐补偿的。你把南一街的地契文件拿给我，我送给他。大小姐，南一街占了江家30%营收，万一出了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梧桐，我把南一街交给你，有信心吗？相信我，一定可以。听见了没有？拿过来。别的都好说，南一街绝对不可以，他对江家派出。闭嘴！林远，江家到底谁做主？你分得清楚吗？是，都听大小姐安排。远，我女儿从小娇横惯了，以后还得麻烦你多担待担待。以你的才能，在我们江家确实是屈才的。她以后要是辜负你了，你就离开江家。金莲岂是池中之物啊！江叔，我给婉如3次机会，如何？好，我代表江家感谢你。江叔，使不得。昨日的99变，今天的南一界，江叔3次机会，已经用了2次了。罗培产业又怎么样？还不是为我做嫁妆。还傻愣着干什么？开车。是，大小姐。江城第13届慈善拍卖会现在开始，有请第1件拍品：南朝玉如意。李玉如意再放置2年，说不定能升值。该为江家准备点固定资产了。起拍价200万，300万，400万，500万。婉柔，我在国外的时候就对传统文化很感兴趣，一直想有一个这样的玉如意把玩。可惜啊，这些古董太贵了，这辈子怕是没机会了。你既然是我江婉柔看中的人，想要那就拍。
1000万。怎么回事儿？林总不是江大小姐的人吗？据说还有婚约，怎么现在开始唱对台了？在我心里，你值这个价。婉柔啊，这个礼物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一辆几十万的车而已，等以后你帮江家重回巅峰了，不管是几千万还是几个亿的礼物，我都送给你。婉柔，这太贵重了。无妨，在我心里，你值这个价。林总，这件玉如意你还争吗？不用了，我齐全。想借着别人来打压林渊，这江婉柔还真是愚不可及。有请第2件拍品东夏四角方尊，有请第4件拍品江山社稷。你值这个价。下面是今天最后一件拍品藏灵暖玉。它是现代锻造大师林刚的遗作，也是林大师的绝壁，起拍价1000万。它是现代锻造大师林刚的遗作，也是林大师的绝壁。这是父亲的遗作，我出1500万。第一次就加价500万，看来林总势在必得啊。2000万。林管家的年薪也就不过100万吧，哪来这么多钱参与竞拍呢？是不是中饱私囊了？怀疑我？难道不应该吗？江叔允许我在外面创立公司，这几年营收我也有几千万。你不信的话，我可以拿协议给你看。不必了，区区几千万而已，我出1个亿。婉柔，这是我父亲的遗作。林管家，我告诉过你，在外面要叫我什么？大小姐。对不起，大小姐，请你看在这些年我为江家尽心尽力的份上，能不能把这件拍品让给我？婉柔，现在正是敲打他的好机会。也罢，那就等拍下之后再送给他好了。一柔一刚才是御下之道。拍卖一项，价高者得。我既然说了1个亿，就不会改。我们之间真的没有一点情分可讲。我们之间只有工作，没有情谊。既然没人出价，那藏灵暖玉就由江小姐。等等，2个亿。既然没人出价，那藏灵暖玉就由江小姐。等等，2个亿。这不是楚婉意吗？楚家家主的掌上明珠，她竟然也来了。江家虽然是大企业，但是在楚家面前什么都不是。而且楚婉意还被称为江城第1美人，也不知道谁以后这么有福气。楚小姐，这不过是一件普通的玉如意，你也感兴趣？我这人有个毛病，就喜欢抢别人的东西。林总，只要你肯来我们楚家，这件拍品，包括我，都是。什么？楚婉意当场倒追？这林总的魅力也太大了吧！林总用3年把江家从破产逆袭到100亿集团，和楚小姐站在一起，完全是郎才女貌呀！楚婉意，你当着我的面挖人！林总这样的人才，我就是砸光楚家的家底也是要争一争。江小姐难道忘了，江家能走到今天，
靠的是谁？胡说八道！江家的崛起是婉柔的功劳，他林玉安不过是个底下做事的人。在你嘴里，他倒成了江家的恩人了。我跟你家主子说话，一条走狗插什么嘴？你现在还不能得罪楚家。楚小姐既然喜欢，那这件拍品我就让了。林总，只要你肯来楚家，一切都是你。林管家，别忘了你答应我爸的事儿。放心，我没忘。但这是最后一次了。楚小姐，多谢你的好意。我发过誓，要让江家重回巅峰。你不是已经把江家的产业都拿回来了？现在离开，也不算违背承诺。谁说的？北城街还有一家咖啡店，也是江家的，都没有收回来呢。江小姐，林总这几年给江家挣了几百个亿，你拿一个投资不过100万的咖啡店来说事儿，未免也太胡搅蛮缠了。反正江家的产业没有全部回来之前，林管家他不能走。林总，你的意思呢？林总，你的意思呢？既然大小姐觉得我没有信守承诺，那咖啡馆没收回来之前，我不会离开江家。林总不愧是我看中的人，有情有义，为了一个承诺呕心沥血。只是有些人眼盲心瞎，在身边养了条狗来挤兑人才，真是可惜。林总，我在楚家等你，只要你肯来，我必定扫踏相迎。走，回江家。你是聋了吗？渊哥，你傻站着干什么？王总那边业务还没谈完呢。等我们结了婚以后，有的是时间工作。今天你的任务就是好好陪我。走。难道这一切都只是你拉拢我的手段而已吗？还愣着干什么？咖啡馆没有收回来，我要去工作了。你难道真要去楚家？良禽择木。如果楚家给的条件更好，我是会心动。林渊，你竟敢和我玩欲擒故纵，我就不信你真会离开我。大小姐，这么对林总会不会太过了？明天就是我准备的婚典了，不这么做，他真要骑到江家头上来。说他一个大男人，心眼怎么就这么小呢？等和我结了婚，我和江家不都是他的了吗？又偷跑出来了。江叔知道了饶不了你了。那些说我都看不进去嘛。你以后啊要接管江家，这些你都得学。不是有你在吗？
你会就好了呀。我以后不可能在江家当一辈子管家。那你想不想在江家当一辈子的姑爷？想。那你可得好好努力，早日把江家的家产拿回来。林总，林总，我这个咖啡店您还收吗？就按市场最高价走吧。多谢林总。完成这咖啡馆最后的收购，明天就要离开。明天就要成婚了。明天就要成婚了。姐姐，你特意选在姐夫生日举办婚礼，给他惊喜。明明是爱他的，为什么还要对他这样？小小，你不懂玉夏之道，我们才是江家真正的主人。可是现在整个江家，包括那些族老，都拿林月安去当主心骨。那又怎么样？反正你跟他明天不是都结婚了吗？江家是父亲一辈子的心血，林月安可以暂时接手，但不能一直独揽大权。要是有一天他想和我们划清界限，咱们就真的一无所有了。姐夫才不是这样的人。3年前我们才多少资产，这还不算上负债和借贷，都是姐夫力挽狂澜救了我们。要想撇清关系，早就丢下我们不管了。小小，人都是会变的，我不能。哼，我看是你变了吧。月安哥，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大小姐，咖啡馆已经收回来了，300万买入。这是商业计划书，您看看，按照计划书执行，半年就能回本。计划表我就不看了，你办事我一向放心。那没什么事情，我就先上去了。等等，月安哥，你还记不记得明天是什么日子？明天是你的生日啊，我给你准备了生日礼物。大小姐，礼物就不用了。大小姐能记住属下的生日，属下已经感激涕零。林月安，你对我可不仅仅是属下。是大小姐这2天让属下牢牢记住了什么叫做尊卑有序，属下一定时时刻刻铭记于心，不敢忘，也不能忘。你应该叫我大小姐。林管家，我告诉过你，在外面要叫我什么？月安哥，对不起，明天我会补偿你的。
这些地方都要布置好。蛋糕别放错了位置。是，小姐。婉柔，你今天结婚，林玉安作为新郎还没有出现，是不是太不尊重你了？别胡说了，玉安哥不知道，这一切都是我给他准备的惊喜。你弄得这么大张旗鼓，他不可能没有察觉，还不出来，我看他就是不想跟你结婚。梧桐，我和玉安哥从小青梅竹马，这20多年的感情还轮不着你来胡说。婉柔，其实我今天来是来汇报工作的。南一街昨日的营收涨了10个点，这是单据。不错，看来把南一街交给你是个正确的选择。多亏了你的信任，我才能有今天的成就。爸，你的见识太少了。世界上能人异士无数，林玉安也仅仅是出彩而已，算不上凤毛麟角。南一街现在被我处理得井井有条，婉柔，你跟我去看看吧。今天是我大婚的日子，工作以后再谈。林玉安到现在还没有出来，说不定他根本就不想去。那我就亲自去请。玉安哥，你在里面吗？我进来啦。奇怪，人呢？来人，去把林管家请过来。是。不好了，姐姐！有什么事情慢慢说，毛毛躁躁的，一点都不像大家闺秀。姐夫他逃婚了！你说什么？有什么事情慢慢说。姐夫他逃婚了！你说什么？姐夫一早就不见了踪影，房间也是空的，大家都在传姐夫逃婚了。这不可能啊！林玉安实在是太过分了。婉柔怎么说你也是江城有头有脸的人，他竟然当众逃婚，你以后面子往哪搁啊？梧桐，吩咐下去，控制住舆论。今天无论如何，逃婚的谣言绝对不能传出去。谣言？婉柔，你还不清楚吗？他心里根本就没有你，不然也不会用逃婚来当众羞辱你。姐姐，你别听他胡说。姐夫3年来不近女色，为了江家兢兢业业，都是为了你啊。那是以前了。昨天楚婉仪当众邀请他，江城第一美人，加上江城最顶级的豪门，哪一个男人会不心动？姐夫才不是这样的人，你不准污蔑他。男人最懂男人，更何况是林玉安这种见色起意的小人。够了，不要再说了。林玉安对我死心塌地，这一点我确信无疑。更何况，我昨天亲眼看到他拒绝了楚婉仪。姐姐，那你快问问姐夫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好。你把我删除了。他居然把我删了！不是的，我也给姐夫发不了消息了，他这是把账号注销了。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姐夫平常脾气那么好的一个人，怎么可能说走就走？昨天什么也没有发生，不该问的就别问了。可我怎么听说你昨天当众让姐夫下不来台，还想抢走林伯伯的遗作？那是楚婉仪抢的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只是想让他长长教训，让他知道谁才是江家真正的主人。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让姐夫伤心，他不要我们了怎么办？不可能的，林云安他那么爱我，绝对不会走的。我再给他打个电话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电话可以收信。好呀，林云安，跟我玩欲擒故纵是吧？姐姐，你快让人去找找姐夫，他现在肯定还没有走远的。找什么找？林玉安一个普普通通的管家，你让婉柔亲自去找他？没错，他现在就敢耍小性子逃婚了。要是我亲自去请，以后他更加无法无天。
可是姐姐，没什么可是了，等他想清楚了，自然会回来。站住！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回小姐，这是林总昨夜吩咐让我扔掉的垃圾。林管家留下来的东西，快给我看看。林总以前最喜欢这张照片，不管去哪儿都会带上。搞不懂为什么忽然要扔掉。他说这些东西是垃圾。他说这些东西是垃圾。玉安哥，这是什么？城北那条街的持股文件，我今天收回来了。太好了，爸要是知道了，一定很高兴。可惜啊，爸再也看不到了。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你说，你给江家赚了这么多钱，以后你要是拿钱跑路了，可怎么办？吴桐，把南一街的文件拿过来。这我也没带在身上。那就去拿。果然是这样，爸明明说过你可以拿走1半的股份，可你却1分都没有给我，我却害怕你独揽大权，逼你交出股份。姐姐，趁现在还不算太晚，你赶紧去把姐夫追回来吧。传我命令，江家上下不惜一切代价把林云安找回来。林总，难道我不好看吗？好看，论美貌，楚小姐整个江城无人能比。难道金万柔也不行？个人审美是主观的，大众评价是客观。能从你嘴里听到这句话，属实是难得。整个江城谁不知道，你对江婉柔死心塌地的，多少豪门财阀想重金挖你，都求而不得啊。是我能力不足，难堪大任。你要是难堪大任，那整个江城都是废物。林远，你这话得罪了不少人啊。楚小姐，您就别打趣我了。你是为了这块玉来，想拿去可以，但是你刚叫我楚小姐，我很不高兴。那这样吧，我约你出3个亿，不知道你能不能把这个转账给我？不行，还是那句话，只要你加入楚家，这块玉还有我都是你的。整个江城都找遍了，玉安哥，你到底在哪儿呢？喂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婉柔，有林渊的消息了。他在哪儿？有人亲眼看到他进了楚家，说不定这会儿正跟楚婉意相谈甚欢。怎么可能？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？你的好意我心里了，但是我不能答应。
他江婉柔哪点比得过我？论背景，论样貌，他哪点比得上我？林远，我整整倒追你了3年，全城人都在看我的笑话。你的心是石头做的。楚小姐，你误会了。我有名字。文妮，你听我跟你解释，我没法答应你，不是因为江婉柔，是因为我的父亲。可是，你父亲不是？对，我父亲去世了，但是很少有人知道，他是因为病去世的。什么病？癌症。对不起。都过去10几年了，我父亲去世以后，是江叔带我去江家，我在江家做了10几年管家。江叔对我有恩，我答应他，这3年要帮江家出回天风。就只是报恩？只是报恩，其他的都过去了。那我就勉为其难原谅你。对了，你现在恩情也还完了，不去江家，也不来楚家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我说过，我父亲是因为癌症去世的。难道你……所以我要成立一家公司，一家专门攻克癌症的医药公司。有人亲眼看到他进了楚家，说不定这会儿正跟楚婉意相谈甚欢呢。怎么可能？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？林玉安怎么可能去楚家？昨天我亲眼看到他拒绝了楚婉意，更何况我父亲去世时，他发过誓的。他是发过誓要帮江家夺回家产，可是江家现在已经重回巅峰，他已经完成了他的承诺，就算离开，也无可厚非吧。我们这10几年的感情，他怎么可能离开我呢？江家现在也算一方势力，可是跟楚家比起来，就算不了什么了。况且他林逸安本来就是一个趋炎附势、一心往上爬的小人。婉柔，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你把南一街交给我运营之后，江家的盈利与日俱增，我比林玉安更有实力，也更爱你。我才是你的良配。不不不，你搞错了，我对你没有那方面的心思。不可能啊，婉柔，你在骗我对不对？1000万。婉柔，这太贵重了。无妨，在我心里，你值这个价。你要是不喜欢我，怎么会送我这么贵重的古董？替我出头，还将南一街的经营权交给我。我只是不想让林玉安独揽大权罢了。况且，我对你从来没有表达过其他方面的心思，是你会错意了。我不相信，婉柔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这件事以后不许再提了。备车，立刻去楚家。我说过，我父亲是因为癌症去世的。难道你……所以我要成立一家公司，一家专门攻克癌症的医药公司。这种生物医药公司，前提光是研究专利，就得花一个天价数字啊！正因为如此，我才不能加入楚家。我可以让我爸出资，只要有成果，那获得的利润至少是100亿级别的，我想不是没得谈。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是楚家毕竟不是你做主。
我也不想把别人卷入要研发这个物的深渊。你就不能缓缓吗？我们日子还长呢，以后可以慢慢实现你的梦想。王烨，你怎么能保证我加入楚家以后，我还有能力，我还有时间投入到科研上面？是啊，如果你加入了楚家，我爸就会让你接手项目。我有梦想，你有苦衷，道不同，所以我们不可能。我要出来跟你一起创业。真的知道你这么看好我？我不是看好你，我是喜欢你。就别打趣我了。你爱信不信？这块玉加上我的私人账户，大概10个亿吧。我投资你的公司，股份我只要20%。但是这条路会很难。所以才要一起啊！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江小姐，江小姐，大小姐，你来干什么？对不起，小姐，我刚没拦住，让他闯进来了。好了，你出去吧。不请自来，可不是为客之道。楚小姐，虽然我们江家拒你们楚家3分，可是你背着我偷偷挖人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明明是你自己逼走了他，为什么反倒要来我这儿？我什么时候逼他了？玉安哥，你不会去楚家的，对吗？我不去楚家，但我也不会回江家。为什么？你明明答应过我的，你现在抛下我不管，你算什么男人呀？为什么？你觉得我还有留在江家的理由吗？你说我收回所有的资产就和我结婚，我满心欢喜的去找你，我看到的是你和梧桐在卿卿我我。玉安哥，等你拿回全部产业的那一天，就是我们结婚的日子。好。介绍一下，梧桐，经济学博士，是我留学时的同窗，能力非常优秀。不是的，玉安哥，我是打算和你结婚的。今天我把家里都布置好了，我还拍了照片，你看。不用了，大小姐。不管过去有多少恩怨纠葛，都过去了。我们相知相识10几年，在你的心里就一句轻飘飘的过去了。你当众逃婚，害得我沦为江城的笑柄。我发了疯似的到处找你，好不容易知道你的消息，你却和他在一起，你让我心里怎么想？在你心里，我到底算什么？我们这10几年的感情又算什么？我们之间只有工作，这是你说过的话。我出1个亿。婉柔，那是我父亲的杰作。只有工作，没有情绪。玉安哥，我知道
你是在跟我闹矛盾？没关系，你怎么耍小性子都可以，只要你记得，江家才是你永远的后盾。玉安哥，你还记不记得你答应过我的，要陪我一起过生日？我的生日礼物呢？我最近这段时间太忙了，下次一定补偿你。去年、前年、大前年，你都在忙，哪里有时间陪我嘛？那这样好不好？等我把产业收回来，你拿着这张许愿卡，到时候不管我在哪，我都会陪你过生日。这可是你说的，说话算数。快许愿吧！我希望玉安哥能永远待在我的身边。这份承诺还算数吗？这份承诺还算数吗？算。好，那明天我在家里等你。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你说。不是你的东西，再怎么争也没有用。抱歉，江婉柔得罪我，你道什么歉？什么身份？什么立场？他毕竟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也算是我的晚辈。变成现在这样，是我没有教好他。这还差不多。合作的事别忘了，创业的时候，你要是不带上我，有人带自入，杀死他！既然你已经放下了，刚为什么还要答应他？就当是当回没了。姐夫呢？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啊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姐夫不会真的不回来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我之前还担心林云安铁了心的要走，见了面我才知道他就是被我说的话伤到了。这说明我还是他心里最重要的人。那你快跟姐夫道歉，把他接回来呀！哎呀，他现在正在气头上，等他气消了，自然就回到我身边啦。可是，没什么可是的，林云安我还不了解吗？这10几年的感情，闹矛盾了，耍些小性子也是很正常的事儿。那个楚婉意还想横插一脚，做梦！等我把产业收回来，你拿着这张许愿卡，到时候不管我在哪，我都会陪你过生日。玉安哥，
等你拿回全部产业的那一天，就是我们结婚的日子。好。介绍一下，吴桐，经济学博士。我打算把产业交给他来打理。那明天我在家里等你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你说。明天江阳要是找你求婚怎么办？好了，天色不早了，你快回去吧。玉安哥，你来了，随便找地方坐吧，我忙完就过来找你。那你先忙吧。我只是过来送个礼。看来这3年你也学了不少，江家我也能放心了。既然已经走了，睁远点，别带着爱意。想跟婉柔在一起，你不配。婉柔啊，生日快乐！这是我特地为你准备的礼物，价值1300万的非洲之星。谢谢你的礼物。来，我为你戴上。我收着就好。我们俩之间还说什么谢谢？不像某些人过生日就送一个破蛋糕。10几年的青梅竹马，不知道还以为已经揭不开锅了呢。诶，那不是林总吗？江小姐和林总这么多年的感情，她怎么就送个小蛋糕呀？听说前阵子江小姐准备了婚礼，但是林总逃婚了，他们俩不会闹掰了吧？我和林源从来都没有闹掰，大家不要相信谣言。至于礼物嘛，肯定不止一块小蛋糕的，是吧，源哥？我生日邀请的可都是伤尽明了了，你该不会真就送了个小蛋糕吧？这让我多下不来台呀！大小姐，你是不是忘了自己说过什么？婉柔，我给你的生日礼物，全球限量款。不喜欢啊？那这个呢？最新款的法拉利，之前一直想要，一直都没货。那这次国内刚补货，我就抢到了。晨曦那套庄园怎么样？我买下来送给你。我过生日你就送这些，根本就不用心。我又不是那种物质的女人，我只是想要你能亲手给我做一次生日蛋糕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，江家好不容易重回巅峰，多少双眼睛盯着呢。要是他们知道你就送了一块小蛋糕，他们肯定会觉得江家还是个落魄户。所以在你眼里，他们的看法很重要。你不懂我身上背负的责任，我必须活在他们的眼光里。大家别误会，其实月安哥送的礼物是这个。
原来是这样，我就说嘛，江婉柔这种豪门千金过生日，怎么会有人不长眼就送个小蛋糕呀？这礼物可是自己买的，以后你再给我补上。大小姐，你不是有重要的事情和我说吗？说吧。我今天让你来有2件事，刚好秦总也在，我们过去聊聊。走。秦总。江小姐，林总，虽然我很佩服你的能力，但城北那块地你一个人独吞，是不是做的有点太过了？秦总，当初那块地本来就是你们用非法手段从江家夺走的，我收回来，合情合理吧？江小姐，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。我今天来可不是要听这个的。秦总您放心，邀请您过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件事儿。林管家，快给秦总道个歉。你叫我过来就是为了给他道歉吗？我知道你心里委屈，如今江家刚刚崛起，不义树敌太多，你低个头道个歉，咱们再分点利润出去，这事儿不就了了？我拒绝。你能不能有点大局观？为了江家低个头道个歉，怎么了？我再说一遍，我拒绝。哼，看来我是没有必要再在这里待着了。道歉。大小姐，商场如战场，你以为一个道歉就能过去吗？秦总，就算我今天在这儿道歉，你能保证以后江家出现问题，你不会落井下石吗？那当然，我秦某人是讲信誉的。好，既然这样，那咱们就签字画押，我去立一个协议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公司还有点事，我先走了。走。哎，秦总，大小姐，你看见了吗？在江城有头有脸的有几个不是老革命？几个亿的项目，你以为一句道歉就接过去了？不是怎么知道？为什么你总觉得你是对的？低个头道个歉就那么难吗？江家好不容易重回巅峰，做事要处处考虑啊。那我的感受你考虑过吗？我做事开不开心？我的理想是什么？啊，你这些东西你真的在乎过吗？我当然在乎，要不然我为什么要和你结婚？结婚？大小姐，你要用这个理由搪塞我多少次？你说我收回所有的资产就跟我结婚，你说我把江家重回巅峰你就跟我结婚，你说我忙完下一个项目你跟我结婚，我看不懂，我真的看不懂，这些话你到底是真心实意，你还是拿来奴役我的空谈？终于说出心里话了是吗？在你心里，我就是这样的人。好，你不是问我今天找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我原本打算等你道完歉，就向大家宣布我们的婚讯。可是现在，我宣布，从今天起，林玉安卸任江家管家一职，由吴桐担任。我要让你知道，我才是对的。你这么做，只会毁了江家。林总，我是张家的人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来我们这任职啊？林总，我来自李家，去年联系过您的。婉柔，别担心，他只是徒有虚名罢了。等过段时间，所有人都会知道江家的崛起
是你江婉柔的功劳，而不是林渊这个沽名钓誉之辈。对不起，诸位，我现在没有加入任何家族的打算。林总，你考虑一下吧。林总，我们真的很有诚意的，考虑一下吧，林总。跟我走。林总，小乔，刚才多谢你。你说话不算话。我怎么说话不算话？你当初明明说好要带我走的，现在呢？姐夫，要是你们以后分开了，你可不能丢下我。好，对不起，是我考虑不周。骗子！骗子！对不起，是我考虑不周。勉强原谅你吧。不过，你真的要跟姐姐分开吗？破镜难圆。果然，姐姐还以为你就是跟她闹别扭。姐夫，不，旭安哥，你知不知道姐姐为什么让你着急回来？不重要，我不知道她哪句话是真，哪句话是假。自从你逃婚之后，不少人收到风声，想要取消和江家的合作。姐姐正准备宣布你们的婚事，稳定局面，没想到发生了今天这样的事情。就连结婚，在你眼里也只是维护江家的工具。谢谢你，小乔。玉安哥，你是不是要走？对。那你带上我吧。姐姐是姐姐，我是我。为什么他总是惹我生气？低个头道个歉有那么难吗？现在江家群狼环伺，我生怕走错哪一步。婉柔，他们都不懂你，只有我才是真的懂你。这是南一街这个月的财务报表，比上个月多盈利了3000万。还好有你在，产业交给你啊，我再放心不过了。大小姐不好了，南一街出事了。大小姐不好了，南一街出事了！胡说八道，产业报表就在这了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是真的，现在一大群商户堵在南一街街口，吵着要个说法呢。怎么回事？你确定是南一街的商户？我也不知道，要不大小姐您还是和吴管家亲自去现场看看吧。婉柔，别担心，估计就是一帮地痞流氓，我去处理就好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不去陪你的大小姐过生日，叫我过来干嘛？我跟她已经没有关系了。今天叫你过来，是给你介绍一位新的创业伙伴。没看错的话，你是江家二小姐吧？婉一姐，你好。林渊，你搞什么？说好不会回去了，现在跟我玩藕断丝连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是我要跟着易安哥的，我要自立门户。这是来了个劲敌呀！既然这样，欢迎加入。好，既然人都齐了，我说一下我的创业计划。新公司名字叫做博维，也是我父亲的名字。业务只供抗癌药研发。之前我在外面有创立公司，最近有了成果，可以直接拿过来用。我说你之前自己创立的公司，怎么没几年就已经挣了上千万了？原来是都投入研发了。我从来不打没有准备的仗。接下来这1周，我会让国维这个名字响彻整个江城。这怎么回事？
弄清楚了，就是群地痞流氓，根本不是商户老板。那为什么堵在南一街街口啊？一定是林渊之前得罪了谁，现在过来闹事了。等我处理完再来找你。好，吴桐在那儿，别再跑了，姓涂，姓吴的。哎，江大小姐，我是南一街茶楼的老板，您上个月还在我那儿喝过茶。王老板，我记得您。吴桐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婉柔，我什么都没干啊。姓吴的，既然不给我们留活路，那我们就跟你去死网破。江大小姐，我们信任你，才和你做生意的。可你问问，这个家伙都做了什么？这是南一街这个月的财务报表，以上个月我盈利了3000万。所以，南一街这个月多出来的营收，是你压榨商户租金挤出来的。之前的租金实在太便宜了，林渊根本就没有为江家的利益考虑，只想着为这帮商户赚钱，这不是胳膊肘往外拐吗？胡说！林总才是真正的人民企业家，而不像你，黑心资本、吸血鬼，让你们赚就不错了，挑三拣四，有本事关铺子啊！闭嘴！你知不知道，林云安当初为了让他们入住，忙得焦头烂额，连饭都不能及时吃，所以饿出了胃病。那是他没能力，要是换成我，3天就搞。你擅自上调租金，就觉得自己一点错都没有吗？婉柔，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你啊，你就是太心善了。没关系，这个恶人我来当。南一街占了江家30%营收，万一出了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吴桐，我把南一街交给你，有信心吗？相信我，一定可以。难道真的是我做错了吗？你们要是对租金有意见，就赶紧自己滚蛋！你们不干，有的是人干。婉柔，打我干什么？没错，见不到林总，我们是不会走的。对，我们要见林总，见林总，不会走，见林总。大家听我说，这张卡里有3000万，是你们这个月多出来的房租。除此之外，我再给大家免去1个月的房租，恳请大家相信江家。我们再激你一次，大家散了吧，散了吧，散了吧，散了吧。婉柔，你这是何必呢？他们就是一帮贪婪市侩的小人，要不是江家给他们机会，他们才能苟延残喘混口饭吃。胡同，这些商户可不是随随便便拉来的，清一色都是平台上的金牌买家，是我们求他们入住，不是他们求我们。原来是这样，婉柔，对不起。这件事情也不怪你，你不清楚状况就接手了南一街，难免会有些纰漏。这样吧，你把南一街让出来，这段时间跟着二叔学习吧。别啊，婉柔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能完成的。这件事就这么定了。等我夺得江家大权，必一定让你在我身下摇尾乞怜。成了，太好了，顺利申请通过，以后我们就是整个江城的香饽饽了。即刻准备招标会，筛选100亿级别以上的优质企业。没问题，那江家要邀请吗？给他们送一份吧，生意是生意。如果江家有资质又有能力，让他分一杯羹也没什么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准备。原来你以前这么辛苦。婉柔，大消息，国维集团的专利审批下来了。就是那个研制抗癌药的国维。没错，现在国维
在江城啊，那是炙手可得的明星，为了抢一个融资资格呀，外面打的不可开交啊。那咱们抢到了吗？也是，这种好事儿怎么会轮到我头上呢？我们呢不用抢，小小啊送来的邀请函。小小，他从哪里搞来的邀请函？这是真的吗？和主办方啊已经确认过了，这邀请函是真的。小小如今呢有能力和你分忧了。这丫头神神秘秘的消失一周，一出来就给我一个这么大的惊喜。自从林总走了以后，蒋家不知道被多少恶狼盯着了。这段时间你熬的已经不成人样了。幸好，如果能参与国威的融资，那咱们都能硬气起来，再也不用看别人脸色了。国威的老板是谁？我请他吃个饭，好好感谢一下他。还没打听清楚，这个人很神秘，似乎有大家族在故意遮掩，一点风声都没传出来。也罢，那咱们好好准备一番，融资名额一定要拿到。林渊，我要向你证明，就算离开了你，江家也不会倒。李家、王家、陈家，这些顶级豪门都在。看来，这抗癌药背后的市场，怕是已经过了1000亿了。既然主办方亲自发来了邀请函，合作意向还是很浓的，不用太担心了。但愿吧。哎，林玉安，他怎么在这儿？玉安，怎么样？楚婉意，走。林玉安，你离开我，就是为了跪舔楚家。林玉安，你离开我，就是为了跪舔楚家。江小姐，你说话注意一点。玉安没有加入我们楚家，我几次三番的邀请他，他都是念着跟你们江家的情分没有来。那这是什么？还给我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就是你抢走的那件拍品，林叔叔的遗作吧？如果林玉安没有加入楚家，你怎么会舍得把2个亿的东西送给他？还给我！别过来！你今天不把话给我说清楚，我就摔了他！我没加入楚家，我是自己创业，这块玉是他入股的资本。真的？江婉柔，我一直以为你也算得上是个大家闺秀，但是你这样和市井泼妇有什么区别？你背着我挖人，和林玉安偷偷的眉来眼去，这又算什么？你不仅是一个插足别人的小三，还是一个小人！你够了！打我！你以前连凶我都不舍得，你现在居然为了一个外人要跟我动手是吗？外人，婉意他从来都不是外人，他现在是我最重要的合作伙伴。婉意，叫的可真亲热呀！林远，你就是一个喜新厌旧、无情无义的王八蛋！林远，你就是一个喜新厌旧、无情无义的王八蛋！江婉柔，放心，这2个亿我会赔给你的，1分都不会少。站住！林玉安，别以为你傍上了楚婉意就可以这样跟婉柔说话。在座的都是豪门世家，哪一个不是来争抢这次融资名额的？江家的名额可是主办方亲自送来的。什么？难道国威已经跟江家内定了吗？竟然亲自送上融资名额，江家这是要起飞啊！直接一举成为顶级豪门。等我们跟国威集团合作了，就算是楚家又如何？还不是要被我们踩一脚？林远，你以为你跟着楚婉意就傍上了更大的靠山？殊不知，我才是你最大的靠山。我知道你后悔了，想回江家。
别说我没有给你机会。如果你现在离开楚婉意，以后你还是江家的管家。婉柔，那我放心，我会给江家设立2个管家职位，他主外，你主内。以后你和吴桐一起管理江家，怎么样？这是我父亲唯一的义务。你轻飘飘的一句赔偿就完事儿了，对吗？我叫你站住，不是因为我后悔了。我正式通知你，江家出局。哎，你又在发什么失心疯啊？你一个被赶出去的管家，也配让江家出局？江婉柔，你养的这条野狗不仅蠢，还瞎了狗眼。你们可知国维集团的董事长是谁？你这话说的，好像你认识这位大人物似的。不仅我认识，你们也认识，而且是你亲手把他赶走。得了吧，还搁这吹牛呢？楚家都没被邀请，还敢说关系好？楚家没被邀请，因为我就是楚家的人。国威的分成一定有楚家赢。楚婉意，你是不是太自信了？说的好像你入股了国威似的。要知道，国威可是江城最神秘的存在，仅仅1周的时间就做到了世界闻名。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国威集团的潜力。楚家虽然是江城顶尖世家，但是想要插手国威的内务，还是有些异想天开了。没错，我们在江城虽然算是一方霸主，但和国威集团的以后相比，犹如一粒蜉蝣见青天。一安哥，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小小，快到姐姐这边。你怎么回事？宁可跟着林玉安这样丧家之犬，都不愿意到姐姐身边。姐，你现在说话怎么这么难听？一安哥才不是丧家之犬。忠臣不是二主，像他这种2面3刀的人，连狗都不如。小小，我本来还想夸你长大了，知道送邀请函为我分忧，没想到呀，你还是和以前一样愚昧无知。你说，你跟着林玉安这样的人，能有什么未来？你难道不知道那份邀请函就是一安哥送去江家的吗？你说什么？不可能，林玉安他一个废物，哪来的邀请函？玉安哥前脚刚走，江家后脚就出事了。你说玉安哥是废物，那你就是连垃圾都不如。我那是不熟悉业务，突然接手才这样的。当初所有人都不看好江家，是玉安哥一个人从无到有搭建的南一街。现在你接手了这个产业，这2件事情的难易程度，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心知肚明吧？据我所知，玉安在走之前把一切计划都布好，只需要按照计划行事。分明就是你自己急功近利，搞得商家闹事。你们懂什么？我可是经济学博士，国外留学回来的。姐姐，自从吴桐接手江家以后，就状况连连，吴桐绝对不能继续留在江家。而且到现在，我都还没有看到吴桐的学历证明，说不定他就是在国外肄业，被迫回国。吴桐的能力我十分清楚，一点点失误算不了什么。况且，我江婉柔用人，用不着你们来质疑。小小，刚才你说邀请函是林玉安送来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在座的各位，哪一个不是千亿级的大家族？要不是易安哥特别照顾，你以为江家有资格入场吗？笑话，林玉安什么身份，能左右国维集团的决定？他一个管家也配拿到邀请函，更别提送了。那你们可知，国维集团就是林玉安一手创办？不可能，他才离开江家多久？这抗癌药是说研发就能研发的吗？有什么不可能的？3年，我能让江家从濒临破产扶持到100亿级别。我自己的企业不会盈利1000万，
你们都不好奇这是为什么？难道说3年以前你就已经在布局抗癌药的研发了？婉柔，别相信他们，我看他就是嫉妒你得到国威集团的青睐，后悔离开江家了。一条被赶出去的野犬，也配攀上国威集团的关系？林渊竟然敢冒充国威的董事长，简直是胆大包天！保安呢？还不快把这个招摇撞骗的混蛋赶出去！没错，如果3年前你就在研究抗癌药，为什么不挪用江家的资金？研发抗癌药本来就是无底洞。这3年来，江家一步都不能走错，怎么可能会动用账簿上的资产？林玉安还在装模作样，等会儿国威的老总就要上台讲话了，得罪了这样的大人物，我看你以后怎么在江城混饭吃。算了，玉安，你说什么他们都不会信的。招标快开始。我刚才说的话依然算数。这场竞标，江家出局。竞标仪式开始，让我们正式有请国威集团董事长。林渊在搞什么？这个节骨眼还敢冒充？松手！我这是在救你，知道不知道？正主马上都要上台了，你还在招摇撞骗，要是惹得人家不高兴，你在江城就没有立足之地了。我再说一遍，我就是国威集团董事长。林渊，你能不能清醒一点？婉柔，你就别管他了，他就是个跳梁小丑。等会儿国威集团董事长来了，我看他怎么收场。赶紧回座位，不然我也保不了你了。不许！林渊，你给我站住！毕竟你曾经是江家的管家，要是因为你董事长迁怒于江家，我们全族人都得给你陪葬。你想害死我们所有人吗？江婉柔，你真是一个装睡的人，不愿意醒来，也不愿意面对现实。林渊，你今天非要上去是吧？我不上去，竞标怎么开始？好，很好。我宣布，从今天起，江家和林玉安一刀两断，恩怨两清。正合我意。我给过你机会了，是你自己找死，怨不得谁。等等，国威集团的董事长来了，林玉安，你完蛋了。等等，国威集团的董事长来了，林玉安，你完蛋了。林渊，我不可能让江家跟着你坠入深渊。董事长，这家伙冒充你的身份，玷污国威集团的名声，我这就叫人把他拿下，让你处置。保安，保安呢？录播室反应设备收声有问题，我就是过来修话筒的。我先撤了，你们继续。林渊，你别得意，我就站在这看着，看着你怎么陷入万劫不复。那你就睁大眼睛好好看清楚了。从今天起，我要你在江城的每一天都过得提心吊胆。我知道你们一直在打听国威的董事长是谁，今天你们不用再费尽心思猜来猜去了，因为他已经站在这儿。
玉安就是国维集团的董事长。不可能，这一定是假的。这上面有认证的印章，是真是假，你们去查一查就知道。林玉安竟然就是国维的董事长，之前江家和他关系深厚，可江婉柔刚才当众宣布，以后和林玉安没有任何关系。那这破天的富贵岂不是和江家无关了？诸位，我宣布，江家不参与此次竞标活动。我们国维集团永世不与江家合作。请出去！不要，林渊，你手里握着专利却不告诉我，你就是个小人。没错，林玉安，你早就研发出了专利，竟然还藏着掖着，你简直就是个白眼狼！这些年，我们江家可有半分对不起过你？我爸他对你不好吗？江叔对我自然没得说，但至于你，我已经仁至义尽。你手握科研成果，偷偷给自己留后路，也配做仁至义尽？第一，看来药是上周才研发出来的；第二，就算林玉安告诉你，3年前让你用上百亿来研发，你舍得吗？没错，人家林总拿自己的钱做研究，现在出成果了，江家就想来摘桃子，太不体面了。我当然舍得，只要他跟我说，我一定会投资的。让你赌上整个江家，看你的胆识，应该不敢。他都没有问我，你怎么知道我不敢赌？你害怕我独揽江家大权，你不惜和吴桐演戏，逼我交出南一剑。吴桐为你分忧也是好事嘛。你害怕我挪用家族账户，密码一直握在自己手里。我做每一件事情都必须经过你的同意。现在你告诉我，你愿意拿整个江家跟我赌？原来我自以为很好的掩饰，竟全被他看穿了。玉安哥，江家真的很需要这次机会，我恳求你，看在我爸的份上，给江家一个名额吧。江家对我20年养育之恩，我对江家100亿现金奉还，我林玉安问心无愧了。好一个问心无愧。我懂了。江小姐，看在家父和江叔多年的交情份上，你听我一句劝，养狗尚且知好坏，但人可不一定。我江婉若怎么用人，用不着你来操心。你已经做得够多了，尊重他人命运。还不是怕你心疼。谢谢。你真心疼他呀？我是替小小，谢谢你。虽然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，但你能不能不要对姐姐报复的太狠了？你想什么呢？我怎么可能会报复江家？但是有人要自取灭亡，我也无能为力。小柔，你回来了，那核桃谈怎么样？那快坐。你这是怎么了你？二叔，国维集团的董事长是林玉安，都怪我，要不是我亲手逼走了他，事情也不会到这种地步。二叔，你骂我吧。是我们呢没有福气，小柔啊，别怪自己，你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家主了。但我是个不合格的未婚妻。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，等国维上市，
我再给大家的股份增加5%。晚意，怎么了？我要结婚了。你要结婚了？楚姐姐，好端端的，你怎么会？小小，你知道怎么成为将军夫人吗？在将军还是士兵的时候，就成为他的妻子。但是我爸说，你已经是个将军。国威成功了，但他太成功了，就连楚家都只能遥望。我爸说，在我们低谷的时候都没能在一起，以后更不可能了。所以，他让我去联姻，我答应。那你的想法？晚意，你要是不愿意，没有人可以逼你的。楚家生我养我，前半生顺风顺水，我又给那些人恭喜成功了，股份我就不要了。你能带楚家参与融资，晚意感激不尽。吴桐，林元安不会回来的，以后江家的内外都交给你打理吧。婉柔，林元安不会报复江家的。林元安不是那种人，他要是想报复江家，江家早就不复存在了。或许他还念着旧情吧。大小姐，不好了，林总和楚小姐订婚了。你确定？千真万确，整个江城都传得沸沸扬扬。备车，去楚家。婉柔，你……我说备车。楚姐姐，你今天真的很漂亮，也许只有你这么漂亮的人才能配得上她吧。小小，我既然认下你这个妹妹，我有我的享受，怎么会少得了你呢？哇，哎，玉安哥，你们聊，我先走了。这丫头怎么了？榆木脑袋。我榆木脑袋。嗯，我要不是怎么会和你一块上梁山？我榆木脑袋。嗯，我要不是怎么会和你一块上梁山？居然说是我逼你上梁山，你不想娶你可以走啊，反正不是第一次悔婚了。我，行了，都过去的事情。你不娶，有的是人娶。是我非你不娶。我错了，原谅我吧。居然说我逼你上梁山，你以为你是林冲啊？我怎么可能会是林冲？我是晁盖，对梁山求之不得。油腔滑调，订婚该开始了，走吧。3年来，我无数次幻想过，站在那里等我的人是江婉柔。
不过是自作多情罢了。想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我在庆幸能够遇见你。我也是。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，有请2位新人入场。彼此都这样，别紧张。你不是第一次啊？我当然不是。这个场景，我在梦里已经见到很多次了。今天是林先生和楚小姐的订婚宴，祝愿两性联姻，一堂缔约，良缘永结。接下来需要2位互通心意，请2位在这份誓约书上签字。签下这份承诺，意味着2位愿意互相尊敬、爱护，相守一生，至死不渝。林先生，到你了。林渊，你敢娶我吗？当然。不许签！不许签！他不愿意。玉安哥，你不能娶她。这不是江家小姐吗？现在怎么又找来了？难道江婉柔要抢婚？江婉柔，你来干什么？玉安哥，这块玉我修好了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？我从来没有怪过你，只是失望，咱久了，自然就离开。可我们10几年的感情，这些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呀。约翰哥，你回来吧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暖玉碎了可以，心里的恋人碎了怎么办？我跟你已经结束了。不，没有结束，我不要结束。江婉柔，放开他，他现在是我未婚夫，请你注意自己的身份。对不起，能让我和他说2句话好吗？就2句，说完就走。约安哥，我不该怀疑你、猜忌你、提拔梧桐，逼你交出合同。可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害怕你独揽大权以后就把我抛弃了。我真的太没有安全感了。约安哥，这一切你都是可以理解的，对吗？约安哥，我求你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会用一辈子对你好的。那你开除梧桐吧。这和梧桐有什么关系？梧桐是我的大学同学，他回国来找工作，我作为同学帮一把，这没什么吧？你不愿意，可你这些要求分明就是在无理取闹，我不能答应。江小姐，请回吧。你再换一个要求，我一定答应。换一个要求，我要江家70%的股权。70%？林渊，你怎么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？我提了2个要求，你都做不到。可70%实在是太多了，就算我同意，江家的那些族老也不会同意的。我最多给你10%。楚家现在99%的股份都在林渊安手上。江婉柔，你看清楚，你江家区百亿资产，连70%都不愿意给他，而楚家，只要林渊安娶我，就可以付出一切。这不可能！万一玉安哥反悔了，
楚家就一无所有了。所以你根本不懂凌渊的价值，也不信任他。我调查过他这3年来的操作，做事信用，讲究规矩，所有一切都是符合规则的。那又怎么样？3年前，江家的现金流还有多少？100万不到。从100万不到，到现在的资产100亿。如果当时他林渊在我楚家，用的是我楚家的现金流，那他现在就是世界首富。草原上的雄鹰怎么会稀罕蚂蚁的家呢？我之前调查过你，你在国外商学院的时候不好好念书，整天就知道逛街，混了个文凭罢了。林渊推荐的书你也一本都不看，以你的眼界，不过是管中窥豹罢了。原来这些年我的处处防备，在你眼里就像笑话一样。但我不会放弃你的，渊哥。和权钱名利都没有关系。渊哥，我爱你，我一直都深爱着你。你的爱在哪儿？我看不到。你明明可以让我直接把权力交出来，我会不给你。你非要联合梧桐一块来打压我、射击我、侮辱我，这就是你的爱。资产晚宴那天，我为江家准备固定资产，我精心挑选了大量可以增值的物件。结果呢，梧桐为了跟我作对，我拍什么你帮着梧桐把它拍下来。你为了讨好梧桐，你把我当傻子一样。这就是你的爱吗？我不知道你拍那些是为了江家考虑，我以为家法伺候，你还记得吗？我父亲的遗物，谁甩的？你还记得吗？江大小姐，你的爱，我无福消受，请回吧。江大小姐，你的爱，我无福消受，请回吧。可你一点都不念记我们的情分吗？我们之间没有情分。我们之间只有工作，没有情谊。好，我明白了。林总，看在这么多年的份上，我恳求你，不要报复江家。好，我也跟你说一句，二叔毕竟经验丰富，守城有余。江家要想留住现在的基业，把内务交给二叔打理了。我知道了，谢谢林总。诸位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因为我的一点私事耽误了大家时间。现在，婚礼继续。이렇게 그리워하면 이루어질까任哥，今天可把我累坏了，要抱抱。
我们还没结婚，不怕被人说闲话了？谁敢说，我马上把他开除了，让他滚得远远的。你以后要接管江家，这些你都得学。不是有你在吗？你会就好了呀。我又不可能在江家当一辈子管人。那你想不想在江家当一辈子的姑爷？江大小姐，你的爱我无福消受，请回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明明那么相爱，你却就是不肯原谅我呢？姐姐，管家好。吴管家好。哎，叫我吴总。吴总好。吴总好。好了，我去看看婉柔，你们各忙各的。不要被我发现你们偷懒啊，要不然就受神秘大菜。放心吧，放心吧。姐，你醒了？江小小回来做什么？小小，这些天都去哪儿了？一天到晚都看不到你的踪影。我跟着玉安哥忙着抗癌药的事情。原来你一早就知道抗癌药的事情，却没有告诉我。滚！给我滚！我没有你这样的妹妹。姐，这件事情是国威的机密，我不能随便透露的。我不想听你解释，赶紧滚！二小姐，婉柔，梧桐，我现在只有你了。梧桐，我现在只有你了。婉柔，你放心，我跟林玉安不一样，我不会离开你的。梧桐，二叔原本就是江家的管家，经验很丰富。你现在在江家总管外务，我想让你分出一点外务出去，让二叔带带你。不需要，婉柔，我的能力可以的。这个月的财务报表比上个月又涨了不少。既然这样，那好吧。二叔也已经老了，我也不想看到他终日辛苦。他这个年纪，也该享受天伦之乐。我可以啊，婉柔，你把内务外务都交给我，我一定给你打理得漂漂亮亮的。可这么一来，你比当初的林玉安权力还要大呀。婉柔，你还不知道我吗？我们这么多年的好同学，我的人品你知道的，我才不会做出像林玉安一样始乱终弃的事。好，我相信你。从今天起，江家的内外务都由你来打理吧。婉柔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干什么吃的？一帮小混混都处理不好，要是不想干，赶紧给我滚蛋！气死我了！这帮废物，这点小事都做不好。你拿的是我的杯子。婉柔，我俩什么关系啊？想分你的我的。那以后睡哪张床，是不是也不用分了？我是不介意啊。婉柔，你要是晚上孤单寂寞，我说过，我对你只是同窗之情，
收起你那不该有的心思。拿来，什么东西啊？我房间里的钥匙，你留了备份对吧？婉柔，你相信我？男女有别，你还是注意点。婉柔，婉柔，婉柔，其实第一次见你以后，我就深深爱上你，早晚会是我的。婉柔，我看你身体不舒服，我让下人熬了汤。不用了，你放回去吧。多少吃一点吧，毕竟是我一番心意啊。我说了不用。大姐好。我怎么从来都没有见过你？之前修剪花园那家伙不听话，我让他滚蛋了。这家伙是我曾经的朋友，听说我在江家做管家，过来混口饭吃。婉柔，你放心吧，他没问题的。这些人，我怎么一个都不认识？江婉柔那边怎么办？算算时间，应该差不多了。我们准备吧。这个月的营收又下降了，吴桐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最近太忙了，你也知道，我刚接手，业务还不守信。可你明明信誓旦旦的告诉我，你没问题的。这上面有你的味道，真好。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对你的一片真心，你看不到吗？没关系，我们有的是时间，慢慢来。来，把这个签了吧。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？
80%的股权，你觉得我可能给你吗？给不给，现在可由不得你了。 80%的股权，你觉得我可能给你吗？给不给，现在可由不得你了。你还知道自己的主子是谁吗？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有奴隶主了？我们可不是你江家的家仆。给你介绍一下吧，这位是我兄弟。什么？二叔？二叔呢？ 你说的是这个老家伙吗？二叔，二叔！哎，婉柔，你不乖哦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怎么可以过去呢？乖，把这个签了。你偷偷的把他们换成你的人，就是为了逼我签字，吞并整个江家。那不然呢？我苦心一直熬到今天，就是为了成为江家的家主。 你卑鄙！亏我那么相信你。相信我？你要是相信我，就不会分权给这个老东西。你也别说相信2个字，全天下最擅长狡辩的女人就是你江婉柔。可我明明对你那么好，我给你钱，给你权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对我好，房间都不让我进，股权也不分我一点。 我花着1000万的年薪养着你，你不仅没有给江家创收，还让江家亏损了10几亿，你也配谈股权？要是林渊安还在的话，我也不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林玉安是我逼走的吗？把他赶走的人是你江婉柔，把他赶走的人。 是你江婉柔。我问你，当初在国外，你是不是根本就不是学生？哟，现在脑子倒是变清醒了。确实，我是混进去的。没办法，我们兄弟们欠了一屁股债，为了接近你，我们也是煞费苦心。小小，是姐姐错了。 姐姐，姐，你醒了。姐姐，你怎么喝成这样？小小，姐姐是不是很没用啊？留不住她。姐姐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徐安哥让我给你留了话。什么？ 是不是他和楚婉一结婚，其实另有苦衷？无论是我还是玉安哥，都提醒过你好几次，要小心梧桐，你就一直不听劝。你们是不是巴不得我身边一个人都没有，一个人孤独终老啊？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我们血浓于水啊！那你就回到姐姐身边，好不好？那你就回到姐姐身边，好不好？ 现在还不行，梧桐这个人狼子野心，所图甚大，我们必须要让他觉得江家已经是他的了，他才会露出马脚。这不可能啊！在国外读书的时候，是他一直在帮我，我相信他的为人。如果是他故意接近你的呢？我们已经调查过了，在你国外读的那所大学根本就没有叫梧桐的这个人。怎么会这样？ 是不是你们看错了？不仅如此，玉安哥还联系了国外的朋友，查出了梧桐这个人有问题，他身上背负着10几亿的欠债。如果你不愿意相信的话，为什么不试一试呢？怎么试？给他演一出戏。好，我考虑考虑。想想。 姐姐后悔没有早点听你的话，才犯下这样的错误。我是不会签字的，这可是在国内，要是闹出人命来，
你也难逃一死。我的兄弟们在国外可见得多了，他们会的花样可多了。我可不想看我的心上人一辈子活在阴影。你别过来！你以为我会束手就擒吗？你以为我会束手就擒吗？婉容，你先放轻松，好吗？把刀放下，我们好好说。都别动！我要带二叔去医院。你们谁要是过来，我就跟你们拼了！好，好，我放你走。老大，国外那批人逼得太紧，今天要是拿不到钱，兄弟们可就没救了。二叔，别异想天开了，10几个亿的债，你以为会就这么轻松放了你？老子现在就要你！别过来！要是我死了，你们谁到底想拿到谁？婉容，你是江家的大小姐，把刀放下，我们好好说。你以为我还会信你的鬼话吗？好，你听我说，国外那帮人真的很这么大。小贱人，我看你还有什么手段！住手！住手！住手吧，梧桐。怎么又是你？坏我好事！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我就派人去查你了，只是最近才有的消息。不得了，全是国际通缉犯，也算是罪有应得。就差一步，明明就差一步！把他们交给国家，务必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。林远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！姐姐，你没事吧？玉安哥，我不是为你而来的，他们本来就罪大恶极。不管怎么样，还是谢谢。过去的事情不用再提了，送老师去医院。江婉柔，江家是江叔一辈子的心血，希望你以后撑得起来。林渊，我终究还是错过了你。姓林的，你倒是会享受啊！哎呀，我呀，哎呀，这躺平不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吗？你的梦想不是研发抗癌药吗？哎，这不都实现了吗？国卫都成第一药企了，癌症也不再是病人的噩梦了啊！那你就不能带孩子吗？冤枉啊，老婆！咱们说好的一人带1天孩子，昨天可是我带的。哎，再说了，当初我说要请个保姆，可是你说咱们要一块儿陪伴孩子成长嘛？我不管，我今天要去跟小小逛街，你来带孩子。好，好，好，哎，你们好好去玩吧。一安哥，楚姐姐，小小来了。哎，小小，不是我说你啊，别天天叫嫂子去逛街，为自己终身大事考虑考虑。小小单身这么多年不谈恋爱，你不知道为什么？我才不要结婚呢！像你们一样，天天围着孩子转。楚姐姐，咱们走吧。走。那你什么时候敢讲？
从此山高水阔，祝你幸福。而我也一定会撑起江家。